这张发黄的图纸是北京最早的地铁线路图，1956年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完成。60多年前，为建设地铁，许多中国的工程技术人员接受过苏联专家的指导，有的还远赴苏联学习地铁工程技术。60多年后的今天，又有一批中国地铁技术团队奔赴莫斯科，但这一次却是开拓俄罗斯地铁市场，参与莫斯科地铁的设计建设。在过去60多年里，中国地铁建设飞速发展，在设计、施工、装备等多个领域都跻身于世界前列。在世界许多地方，中国制造的城市轨道都展示着独特的魅力。金庚真，韩国软件工程师，在北京已经生活了10几年。地铁是他出行的最主要的交通工具。作为一名外国友人，他也见证了北京地铁的快速发展。 베이징의 지하철이 예전보다 참 편해졌습니다. 한국에도 지하철이 많이 발달되어 있는데요. 그중에서 저는 대구에 있는 모노레일을 참 좋아합니다. 굉장히 조용하고 그리고 바깥 풍경을 잘 볼 수 있기 때문입니다. 金庚真所说的韩国大邱单轨在外观上与重庆单轨极为相似，但他并不知道，9年前重庆轨道交通签下了跨出国门的第一单，就是协助韩国大邱建造轻轨。这条轻轨线路长20多公里，与重庆轻轨有看似同样的轨道和同样的技术标准，但在建设过程中的敦梁并举施工方法却是我国的独创。为适应高精度要求，国外同类工程多年来一直沿用先敦后梁的模式组织建设，但缺点是建设周期太长。敦梁并举的施工方法极大地缩短了跨座式单轨的建设周期。单轨的轨道梁不像铁路钢轨，都是用一个标准设计制造，按同一平面铺设就能完成。单轨的轨道梁既要承重又要导向，每一根梁都要根据线路1对1的设计制造，转弯、爬坡都靠梁引导车辆。梁呢，它相对是在技术上是比较复杂的。形象的说来是什么呢？就是用机械加工的精度的要求来制造我们的钢筋混凝土的结构。中国的轨道梁技术出口韩国，为韩国跨座式单轨列车的修建提供了重要技术支持。如果说一个单项技术得到国外的认可只是牛刀小事，那么新加坡地铁汤申至东海岸线一个标段的中标，则是中国轨道交通建设在海外大显身手。这个项目是我们第一次以主承包商的身份在新加坡中标的项目。项目起点是新加坡汤申，终点是东海岸线，标段包括一个设备房和2个盾构区间。单从工程自身来讲，新加坡地铁项目相比国内项目并无特殊之处，但该标段的工期却是6年8个月，是国内同类建设项目周期的2倍之多。为什么会有如此之长的工期呢？它的标准是走在世界前列的，尤其是施工设计标准、安全管理和环境保护。你比如我们工地的污水处理，处理完的污水以后是清澈透明，
它的固体悬浮物要控制在每升50毫克之内。由于这个标段地处新加坡东海岸国家公园，在项目进场前，施工范围内的851棵树必须慎重处置。我们所处的地带属于嘎登白德贝，属于国家公园，就是东海岸的国家公园。这里经常会有新加坡一些高层领导，比如说总理李显龙就来过这里1-2次。他有时候在锻炼的时候，他会到这边来。在新加坡施工，必须要遵循一事一议的原则，还要熟悉所有程序。这851棵树首先要经过植物学家鉴定，并出具树木鉴定报告，然后根据每棵树的品种、树龄及相关数据，确定是移还是砍。开工前还要向业主安全部门申报施工方案，在得到批准后才能施工。面对新加坡高端建筑市场严苛的管理标准，中方项目组一开始就致力于项目顶层设计，一切工作按照新加坡政策展开。在所有的树木都妥善处理后，巨大的盾构机开始了它的穿越之旅。这台正开疆拓土的盾构机是中铁装备集团为新加坡项目专门定制的。令人惊异的是，这样一台庞然大物，竟是一位女性负责研发成功的。没有一个人相信中国人能生产这么庞大的一个设备，没人敢给你拿钱让你生产，因为当时我们样机的启动资金是4000万。当年盾构机的研发资金只有4000万，对国外研发机构来说，这点启动资金简直是杯水车薪。而中铁装备研发团队敢于迎接挑战，善于利用资金，用了8年时间，终于在2008年设计建造出第一台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复合式盾构机。从此，中国隧道工程建设打破了洋盾构的垄断。我们这么多年做了这么多台设备，不管是哪一种新产品，我们都运营成功了。天上有神舟，下海有蛟龙，入地有盾构。这句在基建领域流传的顺口溜，说明盾构机在隧道工程中的作用巨大。而一旦掌握了盾构技术，建造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盾构机，我国的地铁建设便会如虎添翼，同时也为装备制造企业带来核心竞争力。中国第一台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复合式盾构机研发设计的成功，极大地激发了中国盾构机制造业的信心。目前，已经设计制造出一大批具有开创性和战略意义的新产品，带着中国制造的荣耀，完成着一个个复杂的隧道工程。周末是中国员工胡亮亮与李凯2家人难得的聚会时光。他们来到被称作新加坡的唐人街的地方。牛车水因华人劳工用牛车拉淡水到劳工营而得名，如今是新加坡最热闹的华人聚集地。城轨建设者的家永远是流动的，工地在哪里，家就安在哪里。家是他们心中温暖的港湾。在异国他乡，妻子
和孩子开心的笑声，化解了他们的疲惫。小家给他们幸福，祖国给予他们力量。在与新加坡一峡之隔的马来西亚，中国城市轨道建设团队赢得良好的口碑。他们建设的马来西亚吉隆坡新捷运，作为最便捷的公共交通方式，受到市民的欢迎。这条捷运可以搭载市民到达吉隆坡的10个大型的购物广場。呢個 MRT 直頭嚟，都好方便。買個票，幫埋入到去個運動都係好舒服。俾邊個嚟都好，我哋中國人喺邊一個國家嚟，都係嚟到呢度都好方便。马来西亚吉隆坡捷运1期工程的部分项目是中国企业从设计施工到配合移交全过程参与的音标项目。1期呢，在2012年5月份开始进入吧。那么通过5年多的施工呢，我们在2017年的7月份正式开通了商业运营了。2期呢，在2016年的6月份开始启动。1期项目的完美收官，让马来西亚对中国企业刮目相看。在随后的2期项目中，中方的中标工程量比1期几乎增加了1倍。在城市轨道建设的领域，中国越来越熟悉世界，世界也越来越认可中国。穆尼拉，一位苏丹籍的小姑娘，曾在中央财经大学留学5年，现在就职于马来西亚吉隆坡捷运工程项目部。每次乘坐中国建造的地铁，他都感到无比骄傲。刚来的时候，我就觉得在马来西亚，没有地铁，就是有一个小地铁就不太方便用，然后公交也不太方便，所以我从来的时候到就是 MRT 结束了以后，我们才可以用那个 MRT， 就比较方便。然后像中国的那个地铁一模一样的，所以很方便、很快，然后好舒服，然后速度也不错。好多人问我你们公司干什么工作？是 MRT， 你不知道吗？是我们公司的干的，所以很自豪。中国城轨建设走出国门的步伐不断加快。在越南河内这座1000年古城，每天都有大量的摩托车行驶在道路上。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让这座近800万人口的文化古城交通压力不断加剧。一望无际的摩托车长河造成的尾气污染，让当地民众苦不堪言。Chúng ta vẫn biết Hà Nội là một đô thị lớn và dân số rất đông và mật độ xe cũng rất nhiều. Và chúng tôi xác định là nếu như không có đường sắt và vận tải khối lượng lớn thì không giải quyết được ách tắc giao thông của đô thị. Việt Nam chưa có kinh nghiệm. 2018年9月20日，吉林轻轨的开通改变了这一切。吉林河东线是越南的第1条轻轨，是由中国公司承建的大型民生项目工程。这条轻轨使用的是中国装备、中国标准。这条线路也成为了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与越南2廊1圈规划对接的示范。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建设正在稳步走出国门，所到之处推动了当地经济发展，也打开了当地人民对中国认识的窗口。在“一带一路”的倡议框架下，巴基斯坦第1条城市轨道交通项目拉合尔轨道交通城线
顺利建成。这是中巴经济走廊首个签约的基础建设项目，是中巴全天候友谊的象征，也是中巴城轨建设合作的典范。巴基斯坦这个项目呢，它是位于这个巴基斯坦这个第2大城市这个拉合尔，然后它是这个旁遮普省的这个省会，按我们中国的标准叫轻轨。然后这条线路它目前来讲是采用我们中国的标准、中国的规范。So it is a very good project, and it was a dire need of the Lahore city because the city has become very congested. The congestion of the roads has very increased, and people have to wait for much time on the roads to get from one place to another. So I think that the Orange Line train will meet the demands of the people and to go easily and steadily from one place to another. 中国城轨建设正在加快与世界联通的速度。与中国城轨建设一同走出国门的，还有中国的列车。中车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是中国城市轨道交通的摇篮。经过50多年的建设和发展，已成为我国最大的铁路客车和城市轨道车辆研发、制造和出口基地。中国的城轨建设企业不仅走进世界高端市场，而且落地生根。中国的产品也告别了靠廉价赢得市场的年代，从拼价格转变为拼技术、拼品质。随着中国产品走出去，我们现在的产品这个满足的标准，都是符合国际的标准。标准化这块来看的话，我们跟国外的产品应该是没有任何的差异的，他们能满足的，我们也能够满足。在美国波士顿，红色线和橙色线地铁车辆出口项目印证了中国制造出色的设计能力。在波士顿地铁现行线路上，有一座100年老桥。经过测算，这座见证了波士顿城市发展的地标性桥梁承载能力有限，因此列车重量成为招标中的最重要的一项技术参数。多家国际轨道车辆制造商就是因为无法减轻车身重量，被拒之门外。中车长客股份有限公司经过潜心研究、反复试验，在方案规划、结构设计、材料选型、空间优化等方面运用80余项减重举措，最终减重1.8吨，将车身重量控制在33吨左右，从而一举中标。当美国马萨诸塞州交通局采购总监波尔卡里坐上长客制造的地铁时，发出了由衷的感叹。Oh, these cars are phenomenal. These are I've never seen anything like it. They are. I mean, this is a whole nother world. Here we are. Really, all I can say is, we use it in America. Wow. 如今，中车长客制造的9000余辆列车，每天行驶在20多个国家的大地上，成为世界城市轨道交通网络里的新兴力量。非洲，一片神秘又富饶的土地。半个世纪前，一条铁轨拉开了中坦、中赞友谊的序幕。坦赞铁路承载着非洲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经过半个世纪风霜洗礼，坦赞铁路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而中非人民友谊的篇章交给了面貌一新的城市轨道去
继续书写。亚的斯亚贝巴作为非盟总部所在地，是非洲的政治中心。近年来，城市经济快速发展，伴随着经济的发展，城市交通所承受的压力也越来越大。在这个背景下，非洲的第一条轻轨应运而生。这条城轨是中国承建的非洲大陆首条现代化城市轻轨。这是一群正在中国参加培训的非洲地铁员工，他们将承担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城市轻轨的运营和管理。Before, because of transportation problem, people are concentrated at the downtown of Addis Ababa. Nowadays, because of Addis Ababa light rail is coming, people are expanding to the periphery. Just a small city like Bishoftu, Adama, Mojo, at the all periphery of the Addis Ababa, people are expanding, migrating from the central Addis Ababa to the periphery because of the availability of easily getting transport. 今天，非洲大地上的第一条城市轨道，在埃塞俄比亚的大地上闪亮登场，推动着这个古老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我们呢也希望把一些先进的技术也带给他们，也带给埃塞俄比亚，也使他们能够更快的提升和发展。那么轻轨修建之后，它整个的这个出行率，就是机动化出行率大大的提升，整个的城市面貌也大大的改善。中国送给世界的不仅仅是一条轨道和一趟列车，还有中国质量、中国技术和中国标准。埃塞前任总理海尔马里亚姆曾经引用了中国一句古话：“授人以渔，且授人以渔”，来形容中国对非洲的帮助。他们当地人员的话，第一年咱们400多人的时候，他们有700-800人，总数咱们是1000几百号人，这样我们中国人。然后通过这3年的陆续的培训和培养，他们不断的招聘，他们当然也有不断的筛选流失。现在第3年差不多期满的时候，他们已经是2000多人，现在当地职员达到3000人左右，咱们中汉人完全撤离。轨道连接起中埃两国人民的友谊，也为两国的商贸互通带来了便利。马洪，来非洲考察投资的中国商人，他的考察团已经在南非、乌干达等多个国家进行了考察。今天来到亚的斯亚贝巴，当他得知这里有一条中国修建的轻轨，执意要乘坐体验一番。当时到了埃塞以后，然后那边的朋友介绍说，这个轻轨是咱们中国人建的，所以说，一下子就特别想体验一下，在几万里之外的异国，然后看到咱们中国人这个建造的轻轨，第一眼，哎呀，特自豪。然后呢，还有一种不孤独的感觉，觉得好像是如果我在这儿投资的话，我感觉不孤单了，好像背后有一棵大树在那儿靠着，我有所依有所靠。对于海外的游子来说，在万里之外乘坐中国制造的城轨，不仅仅是交通的需要，更是情感的需要。这冰冷的钢铁上凝聚着来自祖国和家乡的温度，让漂泊的游子深深的眷恋。在中铁2院
国际培训中心来自7个国家的30余名学员汇聚在这里，正在感受飞速发展的中国城市轨道交通。他们中间有设计师，有集团经理，有政府官员。16场专题技术讲座让他们了解了铁路规划、勘察设计和城轨的运营管理。除此之外，他们还忙里偷闲，学习中国传统文化，参观中国国宝大熊猫。Eating the bamboos, very beautiful. Today, I introduce Tai Chi Kung Fu. Your body, 2 sides. I call Chinese call Yin and Yang. 经过20天的培训，他们带回国的不仅有中国的技术，还有中国的文化和友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世界人民的共同理想。和而不同，天下大同。以和为贵，求同存异，则是中国人民对世界的责任和担当。为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城轨事业做出贡献，正是中国人民为了实现全世界共同理想而做出的努力。随着我们国家“一带一路”政策的实施，我觉得我们城轨系统有非常好的机会。现在已经在非洲啊、亚洲啊、美洲啊、欧洲啊，我们都有走出去的项目，都有跟国外合作的项目了。但是呢，现在仅仅是一个开始。我相信今后几年这方面会有一个大的发展。改革开放40年，中国城轨建设进入了加倍提速的快车道。从一条地铁到遍布全国各大城市的轨道交通，从依赖设备进口到各项技术装备的输出，中国城轨已经成为中国制造业的知名品牌和闪亮名片。放眼全球，中国城轨正快步走向世界，与世界各国共享发展带来的成果。开拓创新还在继续，中国智慧创造未来。在新型智能城市中，城轨还将为人们的生活带来什么样的惊喜？敬请收看5集纪录片《中国城轨》第5集《创新》。